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大刘说说。有一些朋友可能通过互联网平台，比如支付宝、京东金融、度小满等等，存了一些中小银行的存款，主要是图它的利息高嘛。现在大家应该都知道了，互联网平台的银行存款产品基本上都下架了。有些朋友可能还有疑虑啊，我存在这些银行的钱会不会出问题？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互联网平台银行存款下架背后的原因，以及通过这个事情，我们要有一些更深的思考。首先说一下互联网平台银行存款，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我觉得这些存款还是真的挺不错的。第一个呢，利息比较高。互联网平台的银行存款呢，基本上利率都在4到5个点之间啊，有些甚至更高。我曾经见过一个活期的利率都达到了4个点以上。相比之下呢，咱们把钱存到大银行，3年的定期也就2个多点，5年的定期3个多点。如果说资金量比较大，这个收益的差距还是很明显的。第二个好处呢，就是安全。互联网平台的银行存款呢，归根到底它也是银行存款。银行存款在咱们国家是受法律保护的，本息50万以下全赔，这一点大家不用担心。也回答了一些朋友的疑问了。即使说平台现在的银行存款下架了，但是我们存在里面的钱100%是安全的，最多也就是一些时间成本啊。万一银行出问题了，从出问题到被别的银行接管或者是宣布破产，中间有一个时间差，就这么点时间成本。可能有些朋友觉得，这么好的产品，收益又高又没有风险，为什么要下架呢？就是因为它太好了，好的连国家都有点撑不住了。接下来我们就说一说互联网平台银行存款有哪些弊端。我们打开这些互联网平台，往往会发现在上面进行吸储的都是一些没听说过的银行。中大型银行是不这么干的，小银行在吸收存款方面和大银行有天生的劣势。那怎么办呢？也无非就是提高一点利率，增加一点曝光量啊。提高利率呢就不说了，互联网平台的利率很高。增加曝光量，互联网平台是一个天生的优势。你像支付宝、京东金融、小米金融、度小满等等，这个用户流量都是上亿级别的。两者之间呢，天然的就可以进行合作。对于互联网平台来说，它也有好处。至于说互联网平台有没有收通道费什么的，这个我真不知道啊，不知道的不能乱讲。但是互联网平台通过展示这些银行存款，可以增加自己的活性。比如说我通过支付宝、通过京东金融，到某个小银行进行存款，我这个钱没有提出来之前，支付宝和京东金融我肯定不会卸载的，这就是互联网平台的好处。所以两者呢利益相近啊，直接就合作了。但是问题来了，通过互联网平台进行吸储利率4到5个点，资金的成本在5个点，银行正常运营也要花一部分的成本。那你往外贷款，最低也得贷到7个点以上，你才能维持得下去。问题是这么高的利率贷给谁呢？房贷肯定不要想，谁家的房贷也没有超过7个点。贷给国企一些大企业吧，人家看不上，人家4个点的利率都嫌高，那只能是贷给一些中小企业了，或者一些房地产的公司。这些企业10几个点的利率都敢借。如果说中小企业和房地产公司运行良好，能够还本付息，这当然是皆大欢喜。但如果出问题了呢？说实话，出问题的几率应该还挺高。如果说这些企业出问题了，银行就不能够兑付储户的存款。只要有前几个储户存款兑付不出来，互联网平台那可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啊！瞬间来自全国各地的储户就能把一个银行挤爆了。银行挤爆破产，最直接的受害者肯定不是老百姓啊，国家有相关的机构进行赔偿。这个机构的名字叫存款保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但是存款保险公司后边站的是谁呢？中央人民银行100%控股，最后锅还是国家给背了。那国家肯定有想法呀，你们这些小银行，我给你们发银行执照，目的是什么呢？服务当地金融，让你们挣点钱。现在可好，整了这么大一口锅扣我头上了，你这不是坑我们？干脆你也不要通过互联网平台吸收存款了，你少吸收点钱就能少放点贷款，以后如果说爆雷了，这雷也能小一点。另外呢，你在当地营业吸收存款出了问题，也就是当地的问题。
如果你通过互联网平台一旦爆雷，那不又一个 P2P 吗？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是，刚才我们说了啊，小银行面对大银行先天有劣势，吸收存款的能力就不强。但是全国有多少小银行呢？4000多家。这4000多家小银行日子不见得都好过啊。现在你通过互联网平台能够吸收大量的存款，那别人能不眼红吗？你能干，我为什么不能干呢？如果说国家现在不制止的话，再过个2-3年，通过互联网平台进行吸储的小银行会越来越多，这造成一个什么结果呢？大银行的存款会被分流，这其实很危险。大银行是国民经济的支柱啊。说实在话，小银行如果倒个1家2家，其实影响不太大，但是全国性的大银行如果倒1家，那可是地动山摇，这就是2个影响啊。所以说，高层对互联网平台的银行存款就提出了要监管的意思。这个监管的意图最初来自于哪儿呢？就是中央银行金融稳定局的局长孙天琦发表了一篇文章，文章的名字叫做《第三方互联网平台存款、数字金融和数字金融和金融监管的一个产品案例》。其中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互联网金融平台开展此类金融业务属无证驾驶的非法金融活动，也应纳入金融监管范围。高层直接就定调了，非法。高层要想监管，肯定要有一个光冕堂皇的理由啊，那就非法呗，这个理由最光冕堂皇了。其实说实在话，也确实非法了。刚才我们讲了啊，你通过互联网平台进行吸储，吸收的是来自全国各地的资金，但是我们知道，小银行、地方性的银行是不允许全国吸储的，有全国吸储牌照的，满共也就不到20家，大多数银行是只能在当地开展金融服务的啊，这一块非法了。另外，互联网平台呢，它事实上起到的是当地银行面向全国的一个银行营业网点嘛，但是互联网平台没有银行的牌照，所以也违法。刚才我们说的是互联网平台银行存款一些表面性的东西，但是我们分析事情不能光把表面的东西介绍完就完事儿了，我们一定要通过这个事情往更深层次去思考。接下来我说的内容可能有些跑题，但是希望能给朋友们一点新的启发。通过这一次高层对于互联网平台银行存款的态度，我们可以发现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地方啊，那就是这一次是高层主动的发现风险，并且主动的遏制风险。说句实在话，互联网平台的银行存款到现在还没有发生任何问题。虽然有些银行财务制度和财务状况不是太好啊，但是毕竟到现在没有出现任何问题。这一次高层直接叫停了，它意味着什么呢？说明高层在控制风险这一块啊，抓的是越来越严。好在这一次互联网平台都很配合，虽然没有正式的文件下来，只是表达了这么一个意图。互联网平台呢主动整改，这一点很不错，说明前期的监管已经发挥了一些作用了。其实不光是现在，我们往前看啊，在2018年之前，说实在话，监管层主要发挥了什么作用呢？好像是消防队，哪儿起火了往哪儿跑，哪儿出问题了，在哪儿整改。但是2018年之后，我们发现啊，监管层一直强调的都是降杠杆、降风险。前一段时间国企的债券爆雷，但是呢，监管层始终没有表示要干涉的意思。爆雷就爆雷吧，现在爆就是脸面上不好看，总比日后兜不住了爆了要强。今年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情况啊，朋友们也都是看在眼里啊，发达国家都在放水挽救经济啊，但是咱们国家的央行还是比较克制的。虽然 M2 在增加，那是信用货币在扩张，但是基础货币 M0 确实是没有增加，反而还缩表了。相比之下，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扩了1倍不止。现在已经超过7万亿了，未来可能会突破10万亿。而且呢，我还得到一个消息，就是新一轮的疫情纾困计划已经递交国会讨论了，估计大概率会通过，总额9000亿美元。这个钱从哪儿来呀？那得发国债，向全世界借呗。但是现在美国的国债也不太好卖，如果说卖不掉，最后肯定是美联储兜底印钱得了。相比之下，咱们国家的监管层啊，这1-2年的表现，压房价、降杠杆、降负债，
给人的感觉好像是在备战备荒，迎接下一场狂风暴雨的到来。我说这个话绝不是危言耸听啊！现在全世界的经济信用扩张的太厉害了，债务危机已经积累的非常危险了。我们现在的债务危机要远远超过2008年，最少超过5倍不止。从2008年以来，全世界都在走信用扩张的路子，包括中国也是这样。像这么大的债务积累啊，早晚有一天会爆的。一旦爆发新的经济危机，它所产生的杀伤力要远远超过2008年。那解决这个经济危机有没有什么办法呢？唯一的办法只能是全世界的经济在高速增长10年，有可能会缓解这场经济危机，但是可能性真的不大，除非人类找到新的产业革命爆发新的经济增长点。那么面对早晚会来的这场经济危机，其实我们现在都是在做准备啊。这就好像黄河的上游水位越积越高，随时可能有大水冲下来。黄河的下游就是地球村呐，全世界都在这儿。那我们能怎么办呢？管别的国家管不了，只能管自己。我们只能做2件事，第一个事情是修堤坝，第二个事情囤粮食。为什么要修堤坝呢？其实现在中国的堤坝也确实不怎么样，洪水冲下来不一定防得住啊。刚才我们光说别人呢，回过头来看看自己也是一身毛病。我简单的列举一下，现在地方政府的债务已经很高很高了。今年是国企的债券爆雷了，接下来有可能有些地方政府的城投债也会爆，这个不奇怪，债务太高。老百姓的负债率也很高。另外呢，国民经济没有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毕竟产业升级还需要时间嘛。国际局势也不乐观啊！现在世界上的发达国家已经形成共识了，是有系统、有针对性的围堵中国啊！这种境况短时间内不可能缓解啊！另外，咱们国家贫富差距越拉越大啊，这是事实。以前呢，我们曾经学过一句话啊，叫做“现在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呢？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和社会生产力发展不足之间的矛盾啊。”这句话应该很多人都会背。现在这个主要矛盾已经改过了，2017年就改了，改成什么呢？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说明高层已经意识到了这些问题啊，都是中国这条堤坝上边大大小小的裂缝啊。真的上游的洪水冲下来，堤坝不一定能扛得住。现在监管层所做的就是尽可能的降风险、降杠杆，把这条堤坝修得更稳固一点。与此同时，不能再出现新的裂缝了。就像互联网平台上的银行存款一样，如果未来一爆雷，那又是新的裂缝。第二点就是囤粮食。当上游的洪水冲下来，全世界冲得稀里哗啦，我们除了修堤坝，能够尽可能的多扛一段时间。更重要的是手里有粮，自己能吃饱，还能用粮食换别国的东西。当然，我这里指的粮食不是纯粹的粮食啊，在经济危机面前，一个国家的粮食就是实体经济，更全、更好、更高端的制造业，这才是根本。金融资本在强悍的制造业面前不值一提的。如果朋友们关注高层动态的话，其实可以发现啊，这2年来高层做的也就是2件事情。第一件事情，降杠杆、控风险，一些能提前引爆的雷把它引爆得了。这些事情呢，其实就是筑堤坝。另外呢，坚持不懈地进行国内的产业升级啊，加强科技攻关的力度，让咱们的制造业呢能够突破更多的高端领域。这其实就是在囤粮食。如果说能够在下一次经济危机到来之前，我们把这2项任务都做得差不多，那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情景呢？给大家形象地说一下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不再是一句口号了，而成为现实了。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咱们分析一下。一方面，我们修堤坝，降杠杆、控房价、降低负债率啊，降低金融风险和泡沫。另一方面呢，加快国内的产业升级，包括前2天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明年要抓好8项的重点任务。排名前2项的，第一是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第二是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这些基本上都和中国制造2025这个战略方针是一致的。如果说在危机到来之前，中国制造2025能够取得突破，或者是大多数领域取得关键性的突破，那对西方发达国家来说是个灾难。西方发达国家的相关产业链会受到冲击，工人有可能得下岗一半历史证明，但凡中国在任何一个领域取得突破，西方的相关产业就会失去竞争力，就没有例外的。在这种情况下，工人失业要吃饭，政府不能不管，收入减少，支出还得增加，社会矛盾，还有国家的财政情况会进一步恶化，加上经济危机一冲，这世界的格局可就重新洗牌了。所以我说呢，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如果说我们准备好了，在下一次经济危机来临的时候，就会成为现实了。可能有些朋友觉得，如果你准备不好呢，那也就那样吧。反正中国也不是30年前的中国了，最起码自保的能力我们还是有的。但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还是一句口号：革命尚未成功，同志尚需努力吧。